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今天来教大家制作一款彩云之蓝系列孔雀摆件。这款摆件由身体、腿部、翅膀、尾羽和装饰组成，其中装饰包括羽冠、眼睛和项链。先制作身体，然后分别制作和安装腿部、翅膀和尾羽，最后添加装饰。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方法。首先来钩织身体，分为1区、2区和3区3个部分。先学习1区的钩织方法，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这款摆件的身体和腿部都是采用十字形短针钩织，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V 短针加针和 A 短针减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这里我用粗线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2圈。现在左手食指上一共有3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一个线圈，再钩一个锁针固定，绕线，从线圈中钩出，一个锁针就钩好了，拉紧，环形起针就完成了。下面钩第1圈 ，R1 是 4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4个短针。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绕线，将线钩出。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起立针不算一针，需要拉紧。然后开始钩短针，穿入起针的大洞，将钩针放在线头上方，将线钩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2个线圈，钩针放在线头前方，逆时针绕线，将绕线的线圈一次穿过钩针上这2个线圈，一个十字形短针就钩好了。右上方这个辫子就是对应的针目，也就是这样 V 字形的2根线。继续钩第2个短针，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出。钩针在线头前方，逆时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第2个短针就钩好了。这一圈一共需要钩4针，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将线钩出之前，都是将钩针放在线头的上方。3、4，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完成了。完成后收一下起针的线圈，一共有2个线圈。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
有一个线圈活动，拉紧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线头，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结束，也就是在线头左侧第二个辫子处钩织，1、2是这个大辫子。如果实在分不清楚，也可以从最后一针往回数针目，1、2、3、4，还是这个针目。穿入，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完成。这个是引拔针的辫子，不算一针，需要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二圈 ，R2 是 X，2V X，V 表示短针加针，立一个锁针起立。我再强调一次，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并拉紧。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上钩一针短针，钩的时候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边钩边收进去。然后调左侧相邻针目，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在这里面钩2个短针。1、2，加针就钩好了，再钩一针短针加针。在最后这个针目上钩一针短针，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一定要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引拔，穿入第一针针目中。可以看一下，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之间有2个小辫子，分别是上一圈的引拔针和这一圈的起立针。跳过这2针，在第一针上钩织。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引拔针完成，拉紧，整理一下织片，使纹理清晰的这一面朝外，这一面是织片的正面，纹理模糊的一面是反面。起针，多出来的线头直接剪断。第二圈就完成了，继续钩第3圈 ，R3 是不加不减 6X， 表示一针对应一针，钩织不加不减的短针，一共钩6针。
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也就是开口左侧第一个的大辫子处。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下面钩第4圈，先钩2针短针，两针短针加针。注意，加针位置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不要随意调整。再钩2针短针，完成后引拔，拉紧。下一圈需要换线钩织，这里需要断线，钩一针锁针固定，拉大线圈，预留5厘米线头断线，拉出并拉紧。第4圈就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正面一个凸起的纹理表示1圈。现在一共钩了4圈，接着钩第5圈。R5 是 xv 乘4，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取出相应配色线，我这里配色随机，具体请参考纸质图解。左手挂好新线，找到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也就是引拔连接位置，钩针穿入针目，将线钩出，另一针锁针起立，然后在同一位置钩一针短针，边钩边收好所有线头。再钩一针短针加针，xv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先钩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2次。这一圈要重复钩4次 xv， 剩下的2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钩。最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拉紧，第5圈就完成了。接下来第6圈和第7圈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对照表格顺序，
钩织对应针法。需要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注意钩织时不要随意调整加针位置，大家自行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表格将它们钩完。第7圈完成后，来处理一下线头，直接将线圈拉大，然后把线团从这个线圈中穿过，拉紧线，这样线头就处理好了。继续钩第8行，找到上一圈第2针，在这个针目上接线，钩针穿入针目，将线头钩出，调整线圈大小，注意这里度线不要拉得太紧，以免织片不平整。接着立一针锁针起立，在同一个针目上钩一针短针，往下调左侧相邻针目，对照表格钩织对应针法。完成后，左侧还剩下一个针目，处理一下线头。第8行就完成了。继续钩第9行，在上一行第2个针目上接好线，注意这里度线稍微留长一点，不要拉得太紧。以免织片缩起来，往后我就不重复强调了。立一针锁针起立，对照表格钩织对应针法。完成后，左侧还剩下一个针目，处理一下线头。第9行就完成了。往下，第10行和第11行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都是在上一行第2针上接线，对照表格钩织对应针法，空出最后一个针目，处理一下线头。大家自行对照图解钩完这2行。接着钩第12行，在上一行第2个针目上接好线，先钩2针短针，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这里采用隐形减针的方法钩织。一个针目是这样的2根线，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靠近外侧的这根是后半针。钩针穿入相邻针目的前半针，再从前往后穿入第2个针目的前半针，这里不太好挑针，注意不要穿错位置。钩针上有3个线圈，将钩针放在线头上方，将线钩过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用这种方法钩织，针与针之间的空隙比较小，织物纹理更加精致美观。
接着钩2针短针。注意，不要钩错位置。再钩1针短针减针，钩针从前往后，分别调左侧相邻2个针目的前半针，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钩过钩针上前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就钩好了。接着钩2个短针，第一针钩在下方相邻针目中，最后还剩余1个针目，处理一下线头。第12行就钩好了。往下，第13行到第15行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按照相同的方法，对照表格钩织对应针法即可，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往下钩第16圈，找到第7圈的第1个短针，在这个针目上接好线。另一针锁针起立，在这个针目上钩1针短针，然后在下一行第1个短针，也就是挑空出来的这个针目，钩1针短针，往下挑每一行第1个短针，一行对应钩1个短针，直到第15行这2个短针前。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可以核对一下针数，一共钩了8个短针。接着挑第15行这2个短针，钩1个短针减针，完成后，继续挑上一行最后这个短针空出来的针目，钩1针短针。按照这个方法，每一行对应钩1针短针。最后在第7圈最后这个短针上钩1针短针，然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拉紧。第16圈就钩好了。往下，1区剩余部分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大家只要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绕圈重复钩织对应的次数即可。注意，这里挑线钩织的1圈是第16圈。往下，从这个位置开始，按照前面演示的方法数圈数即可。这里我说明一下，表格中 R17 到 R26 不加不减 17x， 表示从第17圈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每一圈都是17针，一直钩到第26圈结束。后面遇到此类格式，所表示的意思都与之相同。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参考表格，自行将1区剩余部分钩完。完成后处理一下线头。大家看，这个就是1区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安装定型条并填充。剪取一段60厘米左右长度的定型条，对折，将对折的这一端塞入织物，直到孔雀嘴部织片最底端，然后开始填充。将填充物揉搓蓬松后塞入。可以用钩针辅助，将织物填充饱满。注意保持定型条在中间。大致饱满后，将织物的弧度捏一捏，调整好姿态，这样织物就填充好了。接下来钩织身体2区，接着1区结束位置，一行一行在正面钩织，形成这样凸起的胸部。我用小样演示一下具体的钩织方法。小样没有安装定型条和填充，只演示方法。先来钩第1行，在1区最后一行第34针，也就是倒数第6个针目上接好线。别忘了度线留得松一点。另一针锁针起立，从这个针目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7针短针。最后一个短针钩在上一行第1个针目上，处理一下线头。第1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在1区最后一圈第33针，也就是上一行接线位置右侧相邻这个针目上接好线。另一针锁针起立，在这个位置钩一针短针，再调左侧相邻针目，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然后钩一针短针加针，再钩4针短针，最后这个短针钩在上一行最后这个短针左侧1区最后一圈这个针目上，处理一下线头。第2行就完成了。往下，2区剩余部分的钩织规律比较简单，在上一行接线位置右侧相邻针目上接线，对照表格针法顺序钩织相应针法。前15行的最后一针都是钩在1区最后一圈对应针目上，最后一行钩完这一圈所有针目后，还剩下6针，
继续挑第15行前6针钩织即可。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行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表格将它们钩完，完成后不断线。大家看，这个就是身体2区完成后的样子。2区完成后，继续钩织身体3区，来看一下成品。接着2区结束位置，逆时针螺旋钩织，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由于身体3区采用螺旋钩织，圈数不好区分，钩织过程中需要标记第1针，所以在钩织之前，先剪取与身体不同颜色的线，注意不要用颜色太深的线，长度大约20厘米。将线拆骨，抽出2股备用。先来钩第1圈，钩之前需要标记一下第1针的位置，取出之前的线头，将它放在首尾2针中间位置。不需要钩起立针，直接调左侧针目钩1针短针。往下对照图解表格针法顺序钩织相应针法，钩完这一圈，直到标记线右侧这个针目对应位置。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钩好了。因为采用螺旋钩织法，所以每一圈只需要钩织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即可。螺旋钩织首尾有高低差，属于正常现象，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圈，将标记线从后往前放在首尾2针中间位置，然后调左侧针目对照表格钩织对应针法，一直钩到标记线右侧这个针目。第2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3圈，先将标记线放到后方，再挑针目，钩织相应针法，钩到标记线右侧针目，表示一整圈结束。这样第3圈就钩好了。往下，身体3区剩余部分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对照表格针法顺序，逆时针螺旋钩织即可。钩织前都要移动一下标记线，用来标记首尾位置，钩到标记线右侧针目，表示一整圈的结束。标记线起始位置对应的这一圈就是3区的第1圈，可以从这个位置开始数圈数。钩织过程中边钩边填充，保持定型条，一直在中间即可。大家在钩到还剩2到3圈时，将多出来的定型条弯折一下，塞入织片内部。
然后继续钩完剩余部分。织物最后一圈是连续的短针剪针，依次钩织。最后一圈就完成了。接着断线，预留约10厘米的线头，剪断，直接把线头拉出并拉紧，断线完成。再将线头穿上缝针，依次挑最后一圈针目的前半针，然后一次抽紧，多余的线头在相邻位置多穿几次。再从收口的中心入针，任意位置出针，轻轻拉线，并将收口处按压平整。多余的线头在织物里面多穿几次。剪断，收口就完成了，身体3区就完成了。将标记的线头直接拉出，到这里，身体部分的钩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学习腿部的钩织方法。来看成品，腿部由腿部织片和脚爪组成。先钩织腿部织片，然后安装脚爪并填充，最后安装到身体对应位置。2个腿部织片都是采用环形起针，方法与身体1区起针方法相同。然后对照表格，沿着起针的线圈绕圈钩织。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完成后预留15厘米线头断线用于缝合。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表格自行将它们钩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脚爪的制作方法和腿部的安装方法。先来安装脚爪，剪取4根长度约8厘米的定型条，取出其中1根，在大致3厘米位置
用剪刀这样剪一圈。去掉这个较长的橡皮套，按照相同的方法处理另外3根地形条。完成后，将4根地形条去掉橡皮套的铁丝这一端对齐，从里往外穿入腿部织片起针的洞眼。如果这里不好穿入，可以用钩针穿入起针的洞眼，将洞眼稍微扩大，然后再穿入地形条。将铁丝全部穿出，接着在铁丝基部约2厘米涂上酒精胶，然后取出对应配色线，将线头粘在并拢的铁丝上，然后紧贴腿部织片开始缠线头。开始部分可以多缠几圈，稍微粗一点，往下再缠2厘米左右，注意缠的细密紧实，更加美观。接着将这4根铁丝分开，3根朝前，1根朝后，形成这样脚爪形状。在其中1根铁丝上涂上酒精胶，继续缠线头，可以先稀疏的缠几圈，缠出大约2厘米的长度，然后再细密的往回缠。缠完后，用力将缠好的线圈往里推一下，使线圈更加紧密。用酒精胶再固定一下。按照同样的方法缠好另外3根铁丝，注意向后的这一根需要缠的稍微短一些。
全部完成后，将线头在腿部再缠几圈，涂酒精胶固定。然后剪断多余的线头。接下来，将4个脚爪部分多余的铁丝，可以用钳子或大剪刀沿着缠线结束位置剪断。然后进行填充，在腿部织片里塞满填充物，可以用剪刀辅助。这样一个脚爪就制作好了。按照相同的方法制作另一个脚爪即可。接下来将腿部缝合到身体对应位置，腿部安装在孔雀身体腹部腿部织片边缘，距离尾部约7厘米，两个腿部之间间隔4个短针，找到对应位置，腹部中间4个短针，调整好位置，用珠针固定一下。注意，实际两个腿部位置对称，这3个较长的脚爪向前，这个较短的脚爪向后。完成后，将腿部织片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沿着腿部织片最后一圈与身体对应位置卷针缝合。缝完后打死结。
在织片内部藏一下线头。这样，一个腿部就缝合好了。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另一个腿部。到这里，腿部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